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即将到来的冬至节气，为什么民间一直流传冬至大如年的说法，以及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有哪5种东西是千万碰不得的禁忌。如果一时不慎一口吃错，体内那点宝贵的阳气可能瞬间被浇个精光，就像李海夏老师反复强调的，那可是你命理的根本，一旦全灭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听起来是不是很严重？别急，咱们从头讲起，把道理讲透，您自然就懂得这些禁忌背后藏着的养生智慧和传统文化寓意。首先科普一下，冬至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冬至是北半球白昼最短、黑夜最长的一天，古人把它看作阴阳转折的关键点，认为自冬至起，阳气开始萌芽上升。传统有句话叫冬至一阳生，也就是说，在经历了漫长寒冬的极致阴寒之后，冬至这天，阳气宛如初升的太阳，在沉沉黑夜中复苏了一丝光亮。对我们身体而言，这一天也正是体内阳气最弱的时刻，同时又是新生的时刻。中医经典《黄帝内经》里强调，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之则亡。意思是阳气之于人体，就好比太阳之于天地，没有它就没有生命的延续。换句话说，冬至这天，你体内那一星点阳气，就像刚投胎的婴儿，一颗萌芽的种子极其娇弱，却也蕴含着未来1年的生机。如果此刻不加保护，反而犯了忌，泼了冷水，让这点阳火熄灭，那后果可想而知。轻则整个冬天手脚冰冷，百病丛生，重则折损阳寿，厄运缠身。难怪说神仙难救，听起来有点吓人，但也不全是迷信。其实老祖宗的讲究很多背后都有科学道理。现代养生学也指出，冬至前后人体抵抗力降到最低，稍不注意就容易生病。因此我们宁可信其有，按照传统智慧调养身心，为来年打好基础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的冬至相当特别，有人说是60年一遇的翻身转运时机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年我们过的是乙巳年的冬至，干支纪年60年一甲子才再逢相同组合，下次乙巳年冬至要等整整60年。更巧的是，传统历法中，今年冬至这天还逢上一个大吉的天赦日，简单说就是阴阳交汇、赦免晦气的好日子，天时地利重叠，可谓吉上加吉。如此难得的机缘，若能把握好，将体内那点弱阳培养壮大，往后日子自然阳运当头。反之，如果犯了禁忌，把阳气漏光，不但健康受损，可能连明年的运势都要大打折扣。所以接下来我们重点说说冬至这天到底哪5样东西万万碰不得，以免一口下去阳气全灭。现在不少朋友可能会问，真的有这么玄乎吗？哪些东西这么可怕，一碰就灭阳？我们就照着古人的经验，加上倪海夏老师的中医见解，一一盘点这5大阳气杀手。请您耐心看完，保证听得您连连点头，赶紧告诉家人千万别犯忌。首当其冲的就是苦瓜。冬至天寒地冻，一家人围坐餐桌，本该吃些热腾腾的菜暖身子，如果端上一盘苦瓜，不仅菜色凉飕飕，吃着齿颊生寒，光听名字就让人打怵。苦这个字在传统习俗里是很大的禁忌，老一辈认为冬至这天吃了苦头，来年日子恐怕也要跟着受苦，谁愿意大过节还自找苦吃呢？再说中医角度，苦瓜性寒味苦，入心脾胃经，有明显的清热泻火作用。夏天暑热难耐时，吃点苦瓜清热解毒，自不必说。可冬至时节阳气本就弱，再吃这种大苦大寒之物，无异于雪上加霜，把好不容易萌生的一点阳火硬生生浇灭。尼斯常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体质虚寒，手脚冰冷，就是平时吃太多寒凉食物，把阳气吃没了。而苦瓜恰恰是寒凉食物中的代表，一口冰苦瓜下肚，胃里仿佛倒进一盆凉水，阳气骤然移滞。从现代营养看，苦瓜虽富含维生素 C 等，但刺激性苦味也会引起胃酸分泌失调，空腹吃还容易伤胃。更不要提有的人喜欢生吃凉拌苦瓜，或者榨苦瓜汁饮用，对阳虚体质的人来说简直是伤上加伤。冬至这天，无论多爱吃苦瓜，也劝您缓一缓，不差这一餐的嘴瘾，换成色泽金黄、甜甜暖暖的食材，不是更好吗？
例如用南瓜、红萝卜入菜，象征日子红红火火、甜甜蜜蜜。南瓜、红薯这类食材性温味甘，富含贝塔胡萝卜素，既补中益气，又寓意生活，甜如蜜，不比苦瓜强多了吗？第二样东西说出来，可能有人不服咸菜。所谓咸菜，也就是各种腌制的蔬菜，比如酱菜、酸菜、咸萝卜干等等。民谚说，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。冬至前后正是家家户户腌制过冬，蔬菜都做好，开始拿出来吃的时候，很多北方人习惯冬天一碗白粥配点咸菜，爽口又下饭。但是您想啊，冬至这天可不是一般日子，讲究的是辞旧迎新、聚阳开运。咸菜毕竟是陈菜旧物，而且咸菜的咸字与咸谐音，老一辈觉得大冬至吃这玩意儿，有可能导致自己来年工作事业上无所事事，清闲落寞，日子过得淡而无味，甚至闲得发慌，没奔头。图吉利的话，这可不是好兆头。此外，从排场上讲，冬至团圆饭毕竟是一年中很重要的家宴，如果正菜还没上桌，先端上一盘咸菜，那画风怎么看都有点寒酸清淡，让本来热热闹闹的节日气氛瞬间掉价。长辈们讲究好菜好汤迎冬至，就是希望餐桌丰盛喜庆，寒酸的咸菜理当暂避。再说健康方面，咸菜含盐极高，又多属生冷脆爽的口感，本身阴寒之性较重，冬天过多食用咸菜容易引起血压波动不稳，肾脏负担加重，而体内阳气也会被过咸伤肾所削弱。倪海厦老师指出，肾为先天之本，藏五脏阳气，盐吃多了咸伤肾，等于透支阳气根本。所以冬至家宴上，咸菜这种寓意不佳又损阳伤肾的东西就别出场了。实在嘴馋想吃点开胃小菜，不妨用新鲜时蔬简单凉拌或清炒替代，比如快手炒一盘绿油油的清炒芥蓝或油菜心，脆嫩爽口又富含叶绿素，象征着清清爽爽迎新生，为冬日餐桌增添勃勃生机。总之，辞旧迎新的日子，就让那些陈腐之物退场，新鲜食材唱主角，才能聚集阳气，招来福气。第三样东西可能最出人意料，莲藕。莲藕本身是个好东西，脆生生的口感，无论凉拌还是热炒都清爽可口，营养也不错。可问题在于莲藕孔太多，您细看莲藕一节节满是小孔，民间有讲法说莲藕看着就像个漏勺，冬至吃莲藕寓意着来年可能会漏洞百出，不是财富漏光，就是运势不顺，难以聚财守福。特别是生吃莲藕，比如凉拌藕片，凉丝丝的，既属寒性食物，又满是孔洞，和冬至讲究暖身圆满的氛围格格不入。就算煮熟了吃，很多老人家心里也犯嘀咕，那么多孔在那，总让人联想到漏财，吃起来哪能踏实。从中医角度看，莲藕生则性寒，有清热润肺、凉血散瘀的作用。熟藕性质由寒转温，可以健脾开胃、补益气血。但重点来了，熟莲藕补益归补益，它那一身孔洞可是煮不没的。因此，不少讲究的老南京，江浙人家干脆在冬至这天必吃莲藕，宁可过了节日再享用。如果真嘴馋想吃脆爽的口感，可以换成没有孔的其他食材，比如山药或荸荠。山药切片快炒，口感脆中带糯，还带一丝微甜，最是滋养脾肾。而脆甜多汁的荸荠、水栗子富含磷和微量元素，能清热生津开胃。在传统寓意上，山药和荸荠外形饱满无孔，象征事事圆满，财库充盈。总之，冬至这天咱图个吉利，不妨忍一时不吃莲藕，等过了冬至，改天再做糖醋藕片补回来，也算不得什么损失吧。第四样要提防的东西叫霉豆腐。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霉豆腐是啥，就是发酵的豆腐乳，俗称南乳腐乳。小小一块乳白或红棕色的豆腐干，散发出独特的发酵香气，不少人尤其老一辈爱用它下饭开胃。然而把它摆到冬至宴桌上，可就大大不妙了。首先从字面上，霉豆腐带一个霉字，实在不吉利。中国人日常说谁走霉运倒霉，这个霉字代表的就是晦气和坏运气。冬至吃霉豆腐，不就等于把霉往肚子里吞，往来年招吗？
倪海厦老师甚至直言，霉豆腐这玩意儿带着一股负能量场，因为它是经过长时间霉菌发酵的产物，从中医食性上说，属极阴极寒之品，满满的霉气寒气，阳气最弱之际吃下它，等于把一团阴寒之气引入体内，阳气小火苗瞬间被阴霾笼罩，肯定越烧越弱。更别提现在很多廉价工业制作的豆腐乳，为了追求发酵速度，可能额外添加了亚硝酸盐等物质。您吃到嘴里，不仅阳气受损，还可能摄入过量的亚硝酸这类对健康不利的成分。若霉制过程不卫生，还潜藏不少细菌毒素。综上，冬至这天，这种霉气十足、阴寒内盛的食物就别上桌了。其实平日里我们也应该少吃或不吃霉豆腐，特别是脾胃虚寒的人，更要禁忌尼师警告过，像这种专吸阳气的食物，活人千万别老拿它当美味，不然真吃出毛病来，神仙也难救。如果真喜欢豆腐的香嫩口感，建议您改用新鲜嫩豆腐。老豆腐入菜，配合荤汤或辣椒等调味，做成麻婆豆腐、家常豆腐等热菜，一样下饭，又不至于吃进过多霉气。总之，凡是名字或形态带霉烂色彩的食物，冬至这天都该回避，为的是图个好兆头，保住一身阳刚正气不受侵蚀。第五样要严禁的东西，其实不单只一样，而是一大类，那就是一切冰冷的食物含饮料。这恐怕是最没有争议的一条禁忌了。前面讲的几样，或许还有人嫌我们迷信，但说到冰镇、寒凉食物的坏处，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懂。冬至既然是一年中阴气最盛、阳气最弱的日子，人体就好比一台温度降到最低的炉子，正勉强燃着小火苗苦苦支撑。如果这时您喝下一大杯冰镇可乐，啃几口冰淇淋，那会发生什么？不用中医高深理论，生活经验都告诉我们，一定会灭火。倪老师形容现代人许多毛病，例如痛经、胃寒、腹泻等，都是年轻时贪吃生冷冰凉导致的阳气大伤。冬天本就严寒，又往肚子里灌冰水，无异于在体内制造寒潮。有人说我年轻火力壮，喝冰的没事，但您可能不知道，正是这种一时的爽快，暗中损耗了大量阳气。中医讲阳气者，精则养神，柔则养筋。阳气足的人筋骨柔健，精神饱满，反之阳虚的人往往疲惫怕冷，百病缠身。经常吃冰的人看似没立即倒下，但长远地削弱了脾胃运化功能和全身抗寒能力，等上了年纪，各种寒性疾病就找上门来了。尤其对女性而言，子宫卵巢最忌受寒，年轻时贪吃雪糕冰饮，日后容易出现痛经不孕、手脚冰凉的问题，这都是一个道理。回到冬至这天，更是千万别去碰任何冰冷之物，包括从冰箱刚拿出的凉菜、冷饭等，都不要吃。有人天冷了还爱喝冰啤酒配火锅，殊不知冰凉酒液下肚，胃肠血管剧烈收缩，热腾腾的火锅反倒消化不良，阳气被冰火两重天一折腾，更加虚弱。纵使是一杯看似温和的冷牛奶、凉白开，在冬至这天喝进去，也会给身体雪上加霜。您不妨试试用冷水浇熄蜡烛，很容易吧？人体这点阳气之火比烛火还鲜弱呢，一杯凉水下去，难保不把仅存的阳气火苗给浇灭了。所以这条禁忌送给所有现代年轻人，哪怕平时再爱吃冰，冬至这天也务必要管住嘴。如果实在口渴难耐，请喝温热的水或热茶，想吃甜品就来碗热乎乎的红豆汤圆或姜糖水，也比冰淇淋强100倍。等过了数九寒天，再慢慢享受冰品也不迟啊。以上说的5大禁忌，总结起来无非一个道理：冬至养阳，避寒救温，避苦救肝，避腐救鲜，避散救收。我们不光分析了哪些东西不能吃，为什么不能吃，也给出了能用什么好的食物来替换。说到底，都是为了顺应天时，保护那珍贵的阳气种子，好让它在寒冬之后茁壮成长，惠及我们一年的健康与运势。大家千万别小看冬至这一天的影响，古人甚至把冬至当作新年的开始，特别是今年这100年不遇的及时时刻，更要谨慎度过。在古代易经有云，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意思是冬至这日君王闭门谢客，商旅停业歇息。
用现代话说就是什么大事都暂停，专心养精蓄锐。可见老祖宗对冬至是何等重视。我们现代人虽不可能真放假休息，但至少可以从饮食起居上多加讲究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冬至。这天吃对了，避开了那些阳气杀手，就等于给来年开了个好头。最后，我们再把倪海厦老师振聋发聩的叮嘱送给大家：冬至这天，千万别碰那5种东西，一口下去，阳气全灭，神仙也救不回你的命。听上去夸张，实则字字千金啊！阳气就是生命的根，一旦耗尽，任你花多少钱，求多少神医，都难以挽回。所以今年冬至，让我们谨记这些传统智慧，管住自己的嘴，守住体内的阳。该吃的吉祥暖身食物一定记得吃，比如北方的热腾腾饺子，南方的香甜汤圆，再来一碗温补的羊肉汤或姜母鸭汤，全家围炉暖胃，又寓意团圆富贵。不该碰的寒凉晦气之物坚决不碰，宁愿嘴上吃亏，也要为阳气护航。只要守得住这一关，小小一阳终会成长为灿烂旭日，带给你新一年满满的活力和福气。让我们一起迎接冬至的阳光，远离阴霾，为来年的健康平安红红火火奠定基础吧。祝大家冬至快乐，阳气满满。